皇上是想问，臣应该从谁的命？昨天王延龄招你入府，今天一早便向朕提议招你为驸马。朕想知道，你们昨天聊了什么？王宰相想让臣拜在他门下，将来与他共进退。招我为驸马，既是他向臣开出的条件，也是他想在皇家布下一颗自己的棋子。这些伎俩，臣明白。那你答应了？天下是皇上的天下，臣自然是听从皇上的。你答对了。可惜满朝文武，又有几个人懂得这个道理？陈世美，你可有家室？臣这10年寒窗苦读，还没顾得上成家。那朕就招你为驸马。臣愿为皇上肝脑涂地，死而后已。公子请留步。你是陈世美？正是。敢问姑娘是？我是青女。不知公主在此，在下失礼。敢问公主有何吩咐？陈公子，我不能嫁给你。什么？或许你是个好人，可我已心有所属。可是，皇上他……恳请陈公子奏请皇上，拒绝这门亲事。为何？你我素不相识，如何长相厮守？日久见人心。强扭的瓜不甜，望陈公子成全。请公主恕罪，在下不敢跟皇上说。我好好与你说，你不听，那我就和你直说了。虽然你是一个金科状元，可在我眼里，你没什么了不起的，不过就是一介布衣罢了。我知道，你不过就是想攀龙附凤，可我不是你的垫脚石。我劝你知难而退。公主说这话，我就不明白了。你一个状元郎，这话你能听不懂？虽然道理我懂，但是我陈世美出身布衣，不是我能选择的。在下告辞。公主，公主，哎呦，这，皇上，下去吧。是。青女，你为什么要让我嫁给陈世美？你是公主，她是驸马，是她嫁给你。我不答应。青女啊，我一直想给你找个好归宿，找了许久都没有合适的，要么丑，要么胖，要么就妻妾成群，只有陈世美，朕想挑毛病都挑不出来。要不赶紧定为驸马，就被京城的达官贵人、大小姐们抢走了。我不稀罕。我稀罕。青女，咱们姐弟俩怎么一步步走到今天？你不知道吗？我虽然是皇上，但是步步如履薄冰。朕需要陈世美这样的人，在朕身边帮朕，把她招为驸马，她就是皇家的人，就是朕身边的人。原来这个驸马，你是给你自己招的。是为大宋江山招的。一儿，还能改变吗？好，我答应。
你知道的，自从长大以后，我再也没有把自己当成姐姐。少爷，这阵势可比您当初的兵场威风多了。叫我什么？哦，对，张统领。我这身行头怎么样？威风八面。包黑子只是威风一时，您才是威风到了最后。小爷我从不以成败论英雄。虽然包拯赢了，但是我没白交你这个朋友。您拿我当朋友？以后咱们主仆以兄弟相称。还是那句话，要生一起生，要死一起死。皇上，今年又该到恩荫百官的日子了。这是老臣辖内各级官员呈报上来享受浩荡皇恩、荫补子弟仕途的名单，总共3001人。多少？3001人，臣已经核查过了，准确无误。为什么这么多？皇上，朝廷现在位的后朝的和颐养天年的文官，从1品以上大臣，共计58人。按照祖制，每人可以在儿子、孙子、曾孙子、外姓亲以及门客之间，荫补7人入仕。3品以上在位的、后职的、颐养天年的官员已经超过500人。按照祖制，每人可以3人入仕。再加上3品以下官员有资格荫补的，总计3001人。枢密院呈报的比王大人少一些，3000人整。臣也核查过了，准确无误。这么说，又将有6001人要吃俸禄，从国库里拿银子了。2位爱卿，朕父皇在位的时候有多少官员？7000人。那现在呢？皇上，我朝目前在职人员大大小小一共17000人，每个在职官员背后还有3个人等候补差。臣听闻，在文官当中，有人苦等到白了头发还未谋得一个差事。臣还听说，有人走路已经离不开拐杖，还想着统兵跨马杀敌。如今又要增加6000人。皇上，这些人都是大宋的基石，臣以为基石越多，江山越稳固。臣也是这样认为的。国库已经捉襟见肘，朕拿什么奉养他们？你们怎么不说话了？皇上，国库的银两是宰相辖内的事情。枢密使无权说话。自打皇上归正，吉人天相，天下风调雨顺，民间年年都有增收。臣以为可以适当增加税赋，以丰满国库。王大人，晚辈认为，大宋江山的基石不论是什么人，百姓稳才天下安。这几年，百姓的生活刚有些好转，从百姓嘴里夺粮，不是上策。那什么是上策？搁置荫补，裁官减吏。闭嘴！王大人是2朝的宰相，吃的盐比你吃的粮还多，你有什么资格教王大人？裁什么官，减什么吏？你要不要先把我这个枢密使给裁了？不
知天高地厚的东西。两位爱卿，折子先放在这儿吧，让朕再想想。皇上，今年是科举之年，科考的事情该准备了。这是廷试的几篇题目，请皇上过目。王大人，科举的事，也让朕再想想。臣告退。驸马，你来吧。你都听到了？臣听到了。所谓世袭恩荫，不过是有些人花了银子，在张王二人那里捐了官。等他们做了官，贪了银子赚回来的时候，自然会依附在张王二人身上，成为他们的党羽。不过这些人多多少少在朝廷里都有些宗族势力。这个时候，若是贸然断了恩荫，朝廷恐怕会出大乱子。皇上，是臣大意了。本以为改革科举可以断了他们的结党之途，可没想到，他们还有恩荫世袭这条路。那朕还要受制于他们不成？办法倒是有一个，只是怕有损皇上的圣德。讲。皇上索性准了恩荫，让他们做官，只不过多加一条，每年要进行考核，考过的就留任，考不过的就免官。要是能考过，他们也不会选择走这一条路。到时要是全考不过，难道全免了不成？张公子说的没错，不过，如果考核由我主持，我就会让他们留一半，免一半。什么人留，什么人免？在我这儿花银子的人留，没花银子的人免，花的多的留，少的免。然后臣再把那些留任的银子补给那些免官的人，他们拿到了钱，抵了当初买官的花销，自然就不会生事。至于那些留任的人，来年再考一次，再结合科举，用不了多久，朝廷里的那些无能之辈就全部清理出去了。再后来的人发现，就算是花了钱也做不了官，自然就再也不会走张德龄、王延龄的门路了。以贪治贪，这办法倒是不错，但是花银子多的人变本加厉，这最后还是苦了百姓。皇上，事从权宜。就照你说的办吧。啊，臣遵旨。张大人，你是在等本相吗？正是。刚才我的儿子对您有些不敬，我在这里给您赔罪了。他长大了，身后还有皇上，我管不了他。张大人，你跟本相就想说这个吗？我还想说，阴补的事情，我跟王大人站在同一个立场。在朝堂上都说本相是老奸巨猾，本相讲的话3分听7分猜。我看你比本相还老奸巨猾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王大人，阴补的事情呢，皇上说要再想一想。科举的事情，这么多年都由王大人主持，皇上还要想一想。王大人，
难道我们真的老了吗？张大人觉得呢？我觉得我们正是炉火纯青。可有人觉得我们已经老了，而且是倚老卖老。相爷，相爷，你们都来干什么？相爷，学生们听说阴卜的事，皇上已经恩准了。我还没听说呢，你们怎么都知道了？再说这是好事，你们为什么个个都哭丧个脸？相爷，您还不知道，阴卜皇上是准了，可增加了每年的考核，过不了要免官呐。什么？这都是驸马身边的人传出来的，考核的事情就是由他主持。相爷，难道这事儿您真的不知道吗？陈世美当年可是您最器重的门生，我们还听说今年的科举，皇上想让陈世美来办。相爷，要不然您跟陈驸马打个招呼，该花的钱我们一文都不会少，可千万别断了大家的门路啊！是啊，相爷，你看这。驸马，听说皇上委了你重任。啊，皇上想让世美主持今年的科举。你可知道以往主持科举的是什么人吗？宰相王大人。这宰相干的事情，交给了你。你可知道皇上是为了什么？皇上是把世美当成自家人了。所以你更要尽心尽力办好这件事情，多为皇上招纳笼络一些真正有用的人才。啊，请公主放心，世美一定会的。你为什么不喝酒啊？世美不敢在公主面前放肆。你可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记得。什么日子2年前的今天，是我们大喜的日子。既然是值得纪念的日子，岂能不喝酒庆祝呢？时间过得可真快啊！一转眼，我们就在这同一屋檐下生活了2年的光景。你做了驸马，可后悔过？公主，癞蛤蟆吃到了天鹅肉，您说癞蛤蟆会后悔吗？世美出生草根，家境贫寒，让公主受尽委屈了。你得到了驸马的名分，却得不到公主的情谊。我这个公主没有让你享受过夫妻情趣，让你独自睡了2年空床，你都不后悔吗？满朝的权贵，哪个不想跟公主结姻？可是这种好事儿偏偏砸在我陈世美的头上，多少嫉妒的眼睛在盯着我。世美恐慌还来不及呢。那你今天还想试试运气吗？想。
还是一个空字啊！我说驸马，你的好运早在2年前就已经用完了吧？这可怪不得我让你独睡空房了。公主，2年了，世美一直想知道另一块牌子上是什么。只要公主高兴，世美睡一辈子空床也愿意。你知道吗？如果你今晚说后悔，我就不让你后悔。可惜你又说错了。唉，我是一个女人，不是天鹅。我要的是一个男人。不是一只癞蛤蟆。公主，好了，你走吧，我想一个人待一会儿。金鸡起舞，悬梁刺股，想要金榜题名的小爷们，起来读书了啊！别吵了！起床了啊！起床喽！金鸡起舞，悬梁刺股，要为人上人，吃得苦中苦。您说，育民，明德于天下者，先治其国。起床了啊！欲治其国者，先治其家。欲治其家者，小爷，小爷。出人命了！包大人，把死者放下后，从口中流出的血液已成黑色，一定是中毒身亡。叫他抬回开封府。是。包大人，是你发现的？包大人，是小人发现的。你是怎么发现的？小人一早喊这些书生小爷们起床读书，平日小人喊到这里时，里面准会丢出一只鞋子砸小人，今日却出奇的安静。小人以为他在偷睡懒觉，就站在门口叫名，谁知道门自己开了，小人就拿着灯笼往里面照，就看到一个人悬在上面，小人吓得屁滚尿流，魂飞魄散了都。门是自己打开的，是一阵风吹开的。里面的人夜里不拴门，平日是拴着的。包大人，他是自杀还是被人杀的？你为什么这么问？他死的蹊跷啊！哪里蹊跷？昨天他家里刚给他送来一大笔银子，结果今天人就死了。你怎么知道？他昨天吃了酒，满身的酒味儿，醉醺醺地告诉小人的。他跟什么人，在哪里吃的酒？不知道。他还说了什么？他说他要用这些银子打通关系，投摆名门做门生，这样就是整天睡大觉也能金榜题名。他投拜了哪个名门？不知道。他为什么要跟你说这些？他说以后一定会发达的，让小人对他好一点，往后别再给他半夜鸡叫了。什么半夜鸡叫？小人平时起得比鸡都早，替鸡叫鸣，叫这些小爷起床读书。包大人，会不会是那些流窜的灾民为了图财害命？最近黄河泛滥，开封城的灾民可多了。你见过有灾民会使毒的吗？没有啊。
包大人，此人死相不错。你想说什么？他不是被吊死的。你如何断定？吊死鬼我见多了，一个个呲牙咧嘴、吐舌头瞪眼，死相都非常难看，而且尸体上会有尸斑。他没有尸斑，并且死相不错，像是睡着了。你是说他先死后上吊？一定是被人事先下了药。咱们想到一起了。包大人，包大人，大人，那老鼠怎么了？死了？睡了，闭着眼睛一动不动，可还喘气儿，用手捅都捅不醒。那人口吐之物里一定是有蒙汗药。如果书院守门人说的是真的，这个人有一大笔银子不知去向了。谋财害命。你们两个想办法查清楚，他昨天晚上在什么地方，跟什么人一起吃的酒。是。我说，你走得那么慢，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走到开封城啊？我这儿呢，都2年没有见到我娘了。这一路上，你走得懒洋洋的，你以为我愿意骑你啊？人家做官的骑的都是高头大马，一个个意气风发，多么风光。而我呢，我却骑了你这头又矮又丑的破驴，我没感觉寒碜，你倒觉得委屈了，真不识抬举。等我有了银子，我先把你换了。都说狗眼看人低，没想到你这驴眼看人也低啊！你瞧不上我这个7品芝麻官，我告诉你，你还真别瞧不起骑驴的。当年我三叔金榜题名、衣锦还乡的时候，骑的也是一头破驴。而现在呢，我三叔官任开封府尹，从3品，整个开封城全归他管。你别不信。别看你现在是驮了个芝麻官，早晚我会发达的。等你老的时候，我做了宰相，你可以跟你的驴儿子、驴孙子们说，当今的宰相骑着你渡过千山万水。那个时候，你的驴儿子、驴孙子肯定惊倒一片，对你顶礼膜拜。哎，你怎么不走了？我可没有骗你。我说的都是真的。你慢一点，你慢点，把我颠下来了。喂，让一让，小情侣。你慢点，慢点。对不住了，没有惊吓到你们吧？孩子，你娘在哪儿呢？哎，别担心，你娘肯定是去解手了，很快就会回来。我娘被歹人抓进去了，快救救我娘！什么？娘！歹人，不许糟蹋女人，否则我饶不了你。夫人，你在哪儿啊？夫人，你在哪儿啊？孩子，你娘在哪儿啊？孩子。孩子，我的驴呢？我的驴！骗子！你们都是骗子！站住！你给我站住！我的驴！再不站住，我就不客气了！停！还有刀，你想干什么？你这个禽兽，
本大侠终于抓着你了。禽兽！你说我禽兽，你偷了我的驴还倒打一耙，天下还有王法吗？你不是包勉吗？你是谁啊？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你是？喂，你不记得我了？当初我可差点成了你的婶婶。你是雨柔姑娘？没错，就是我。你怎么成骗子了？手里还带着家伙？谁跟你说的？我是女侠，江湖人称哮天猫，大名鼎鼎，威震江湖。我的名号总听说过吧？哦。娘，咱们有银子了吗？快有了，够咱们走到京城吗？把它卖了就够了。那就快把驴卖了吧。卖。哎呀，我和弟弟都要饿死了。好，把它卖了，娘给你们买包子吃啊。快点。你竟然被一个孩子给骗了？我哪知道他们会骗我？等我出来的时候，我的驴和他们全都不见了。什么眼神儿啊！居然把我当成那2个孩子的娘了。谁啊？你的驴屁股跟我的驴屁股一样呢，所以。你是真傻还是假傻？天下的驴屁股都长得一个样子。哎，对了，雨柔姑娘，你什么时候成女侠了？哎，那年没做成你婶婶，我就做了女侠了。我看你倒不像个女侠，像个村姑。你在这荒郊野岭的干什么？除恶人。除什么恶人？近些日子，有一个歹人，专门在这附近打击奸淫过往的女人。啊，他害了不少良家妇女。我是故意打扮成村姑的样子引他上钩的，可没想到歹人没引上来，你却上了钩。你把我当恶人了？得亏认出你来了，不然你就惨了。快救救我娘！快救救我娘！快救救我娘！就是他们，就是那个女孩，就是他们，他们把我的驴给骗走了。我娘被歹人抓进树林里了，快救救我娘！我不会再上你们的当了。我娘真的被歹人抓进树林里面了，这次是真的。你们竟然还敢故伎重演，得亏遇到了我，揭穿了你们骗人的把戏。求求你们，快救救我娘吧！看样子是真的。你守在这里，我进去看。哎，他们是骗子，雨柔姑娘，你不要相信他们。你真的被人糟蹋了？那禽兽呢？跑了。那你为什么不大声喊呢？他有刀。这个禽兽，又让他给跑了。分给孩子们吃吧。谢谢。夫人，你不应该教孩子骗人的把戏，把自己都给害了。谁能想到呢？我们半路上遭了歹人，盘缠被抢光了，2个孩子饿得直哭。我也是实在没办法了。那你们要去哪里？去京城。去京城做什么？找人。找什么人啊？怎么了？你问那么多干嘛呀？他现在被人糟蹋了，肯定害怕别人知道，
他怎么可能告诉你他去找什么人？别什么都打听。哦。不过，他们也挺可怜的。哎，不如带他们一起去京城吧。什么？你让我跟他们一起走，多不方便啊！干脆你带着他们得了。我还要留在这里抓歹人呢。好吧。三黑，又在想案子呢。今天城里出了一桩命案，书院的一个书生被人毒死之后，吊在梁上，伪装成自缢身亡。这案子很蹊跷。三黑，家里不是开封府，不许把下人的案子带回家，不吉利。你整天说些杀人放火的事情，我怕吓着我们的儿子。儿子？今天嫂嫂请了城里最好的郎中为我把了脉，说从脉象看，肚子里一定是个男娃。男娃？嗯，真的？太好了，那我可放心了。瞧把你美的，怎么了？女娃子就不是我们的骨肉啦？端午啊，男娃子、女娃子都是我们的骨肉。但这万一女娃子像我，你说有谁愿意娶一个黢黑的女人回家做老婆？呸呸呸，不许胡说！男娃子、女娃子都像不了你，一定都像我。对，都像你。快喝了补补身子。我喝过了，这是嫂嫂特意给你留的。给我补什么？我肚子里又没孩子。没孩子也得喝。你每天为公事熬到半夜，灯油还有烤干的时候，更何况人呢？嫂嫂，我喝。哎，三黑啊，明儿捎信回来，明天要回到开封城了。明天回来啊？敏儿怎么突然就回来了？哎，什么叫突然回来？敏儿在外地做知县都2年了，嫂嫂其实天天心里都盼着敏儿，只是嘴上不说罢了。嫂嫂，明天多做点敏儿爱吃的，咱们一家好久没有团聚了。深更半夜的，又有什么事儿啊？我去看看。报大人，查清楚死去的那个书生死前和谁在一起吃过酒了？什么人？河西路转运副使马在兴，他们昨夜在春喜楼酒馆吃的酒。除了河西路转运副使，还有别人吗？春喜楼老板娘说，只有他们2个人。这个马在兴也是湖北人，与那个白书生是同乡，他们一同从湖北进京赶考。今晚不要惊动他，明天悄悄从他查起。是。官爷，小女什么也不知道啊。昨天夜里陪马大人吃酒，结果小女不胜酒力，先醉得不省人事了。等小女醒来的时候，发现一旁的枕头是空的，小女还以为马大人已经先走了。小女疲乏无力，头痛欲裂，又睡了过去。早上醒来的时候才发现马大人已经被挂在了半空中。所以还有什么人和你们在一起吃酒？没有了，就小女和马大人2个人。包大人。这马在兴的死相也不错。你早上醒来
门窗可关的严实。回大人，门窗关得严严实实。这酒菜又是从何处而来？菜是我们青楼的厨子自己做的。酒呢？露出了半边的月，是圆还是缺？喝过了半杯的酒，是空还是满？初心总是比结果看上去热情大方，真相从来就简单。演过了一半的戏，是真还是梦？唱出了一半的歌，是悲还是欢？未来总是比过去看上去更美丽灿烂。人生本就是梦宽，不要说江湖爱恨两难，那不要说世道善恶难断。大江东去，只留下了风流人物，千古流传。演过了一半的戏，是真还是梦？唱出了一半的歌，是悲还是欢？未来总是比过去看上去更美丽灿烂。人生本就是梦宽，不要说江湖爱恨两难，那不要说世道善恶难断。大江